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49期。随着 PCE、AMD 这些硬件性能更强的主机登场，红白机的机能差距明显。为了保持竞争力，任天堂终于将后续机型的开发提上了日程。另一方面，基于当时压倒性的市场占有率，各大厂商持续在开发 FC 和 NES 游戏，但又不满足于机能的限制。一些大厂开始陆续用上了特殊芯片。之前介绍南梦宫的游戏时，就有用到特殊的音源芯片。从89年往后，这种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多的被采用。下面进入本期的主题，89年2到3月份发布的作品。救火英雄由 Icon 开发 ，Epic 索尼发行了一款动作类作品。这是一款街机的移植游戏，街机原版是世嘉开发的，1987年曾在游戏展会上展出，但却并没有发布。在88年登陆到了世嘉 MS 主机上。本作的核心玩法实际上是打砖块，开始有常规和快速两个模式，玩家要使用担架把消防员弹到空中，然后控制底部的担架左右移动，将消防员反复弹起。如果没有接住，会直接挂掉。空中的消防员接触到呼救人员时，会将其救下来；接触到火焰会让火势减弱，并改变飞行的方向。把火苗全部扑灭或者救下全部的人员都可以过关。火苗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大蔓延，越往后的关卡变化速度越快。空中还会有飞行的敌人进行干扰。和打砖块的游戏一样，有可能掉落不同类型的道具。有一种特殊的道具会让消防员进入建筑物的内部。这时切换画面，玩家可以直接控制消防员左右移动，用灭火器灭火。打开房间的门可能会救出人员，也可能遇到炸弹。在倒计时内从特定的门逃脱即可离开。其他的道具还包括一张白色的网可以让担架变长，对应有负面影响的铁镐道具让担架变短。用担架接住掉落的火苗会让网着火，连续2次担架就会被烧毁。对应的有灭火器能灭掉网上的火。喇叭道具召唤一片乌云，下雨将火全部扑灭，直接过关。无线电能呼叫一架直升机，如果消防员抓住直升飞机，也能全灭火焰，直接过关。之后还能进入奖励的关卡，在这里获得额外的分数和奖励。另外，衣服道具让消防员穿过火焰不反弹。双人图案的道具，空中同时出现2个消防员。强化道具 P 加强扑灭火焰的效果，可以提升2段。同时消防员的颜色从蓝色变成绿色，再到红色。游戏总共有32个关卡，每关结束根据救下的人员数量结算分数。后面的关卡里弹到空中后，画面还会上下滚动，场景的变化也比较多。这款游戏前期玩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各种道具和场景还算丰富。玩到后面，随着火焰变化的加快，难度会增加很多，而且消防员的弹起方向不好控制，有时候错过了关键的道具，可能要在一个关卡里磨蹭很长时间。整体来说还是值得一玩的休闲游戏，个人评价3颗星。梦幻仙境3来自黑暗的访问者。梦幻仙境系列原本是 TNE Soft 在电脑端开发的作品，总共3部。初代1984年在电脑端发行，1986年3月移植到红白机上。这个版本加入了电脑版2代的部分元素，但基本还是初代的内容，由东芝 EMI 发行，在第9期节目里介绍过。2代没有登陆红白机，3代的原版1987年发布在电脑端。本作是基于3代原版的改良移植，简化了不少内容，同时对角色进行了修改，由南梦宫发行。在主机端89年10月还有一个 MD 的改良移植版本。故事和初代一样，发生在仙境王国。灾难之源邪恶水晶破碎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发展壮大，人们扩建城镇，魔法逐渐融入了生活，仙女消失，仙境开始变得与人类世界相似。一天，仙境中升起了一道巨大的火柱，各种异象伴随怪物出现。僧侣们命令主角前往调查。游戏是动作 RPG 的形式，开始有4种职业可选：战士、盗贼、僧侣和修道士。之后从初始的城镇出发，对话、收集信息、购买武器装备等等。在大地图遇到敌人，直接开始计时战斗。
本作里增加了攻击动作，不再像前作那样用身体撞击。画面下方显示角色的状态，可以在2个页面之间切换。一种方式左下显示 HP、AP 和 MP， 中间显示天数和时间；另一种方式显示金钱、经验值和人物状态。这座最大的特点是模拟现实的生存系统，游戏里的时间不停地流逝，昼夜循环，还可以随时更改流逝的速度。角色必须每天有规律的进食2次，并按时睡觉，睡觉只能到城镇的旅馆。如果熬夜或者吃东西不规律，生命值和攻击力会逐渐下降。看来本作的开发人员特别注重生活规律。所有的物品都有重量，包括了金钱。人物有最大的负重，超过最大重量，移动会变得缓慢。随着等级的提升，负重的上限也会随着上升。另外有一个道德系统，怪物也分为善良和邪恶。攻击善良的怪物会降低道德值，道德低会触发更多的陷阱，道德高有更多的随机奖励。所以做个好人吧。由于采用了这套生存系统，要养活主角自己就需要基础的生活费，吃东西和住宿的金额还不低。负重数值的设计不合理，击败敌人掉落的钱会不断增加重量，还得经常兑换货币。战斗平衡性不好，消灭敌人回报低，最大的负重上升也慢，结合起来体验很糟糕。大部分的游戏时间都得用来练级。文本方面偷工减料，城镇里大量的人物对话都是省略号，画面和音乐放在当年的红白机上也比较差。个人评价2颗星。影之空间，万代发行了一款特殊的光枪射击作品。1989年的时候，像光枪这种配件已经边缘化了。不过这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回顾过去的历史。当时有些游戏厂商仍然看好光枪游戏，除了原装的配件，一些厂商也有推出新的光枪配件，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或增加新的功能。万代的这款游戏就同捆销售自己的光枪配件 Hyper Shoot， 而且只能用这个配件才能游玩。这是一个比较重的玩具枪，有连续传感器，按住扳机能自动连发，震动功能模拟后坐力，内置扬声器发出枪声。此外还有等效于手柄的方向键、选择和开始键以及 B 键，但没有 A 键，估计是要将扳机键当作 A 键。整套的方案给后续的这类游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很可惜的是，只有这一款游戏对应配件的新功能，没有后续。当然也可以用这把枪当做普通的光线枪去玩其他该类型的游戏，但功能上和普通的枪就没有区别了。关于游戏的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内容，而且放太多的游戏画面会很伤眼。这是目前最闪烁的光枪游戏，画面里不断出现外星人，在自己被攻击前将他们消灭。关卡末尾有一个 BOSS， 底部显示人物的生命值和倒计时，弹药数量有限，消灭敌人会掉落补给，还有少量的手雷可以使用。难点在于弹药的数量很紧缺，不能胡乱开枪，所有的操作都要使用这个光枪，包括了移动、开枪和扔手雷。总共5个关卡，每次走一段路停下来出现一个外星人，基本上就是几种图形，用不同的颜色表示。 BOSS 的造型有些区别。关于这款游戏的素质无疑是很糟糕的，配件的意义似乎比游戏更大。个人评价2颗星。巫术2：利加敏的遗产。红白机上第一部巫术的移植版是1987年12月发布的，在第31期介绍过。本作的标题里有个数字2，意思是指红白机上的第2部巫术，仍然由 ASCII 发行，也是电脑端的移植版，对应的是电脑原版的巫术3代。2个版本副标题相同，都叫利加敏的遗产。后来红白机上也出了巫术3，对应原版的2代，所以这2部顺序和原版正好相反。这样的移植顺序主要是因为原版的数据继承，原版的1、2、3代不算是完全独立的，2代和3代更像是1代的扩展包，这就导致了移植后2代在不继承数据的前提下，单独游戏难度过大，要将2代的移植版放到后面，用更多的时间进行平衡性的调整。对于红白机的版本来说，新建人物重新游戏是必要的，虽然本作也可以继承1代的数据，但得用到 ASCII 专用的数据保存外设，这个外设在之前也提到过。本作的故事发生在前作多年以后，利加敏王国的几代人享受了和平与繁荣，
但却在某一天开始突然遭受到各种自然灾害，连供奉精灵神的神殿也在地震中被摧毁。唯一探寻根源的方法是要找到能反映万物规律的神秘珠宝，它放在一座岩石山当中，由巨龙艾尔克布雷斯守护。英雄的后裔们前往探索。游戏的系统和前作相同，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回看之前的内容。如果是继承之前的数据游戏，人物会保留职业，回到1级，各项数值相应弱化。本作的迷宫不是从上往下的地下城，变成了从下往上的山间洞穴，总共有6层，比1代的10层要少。部分的楼层有的角色阵营无法进入，需要同时培养正义和邪恶2个阵营，中立阵营的角色可以任意的进入，因此比前作要更受关注。相比于初代，这作的平衡性有所改善，但开始阶段依然很困难。红白机的版本又在原版3代的基础上再调整了平衡性，增加了消灭敌人后获得的经验值，还针对日本玩家加入了村正大刀、圣铠和手里剑3大神器，整体的游玩价值比原版要高，个人评价3颗星。百鬼夜行。百鬼夜行指的是日本的传说和故事当中出现的一群在半夜游荡的恶魔和妖怪队伍。在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编撰的一些书籍当中有标明百鬼夜行日，也有一些书籍记录了相关的传说故事，还有针对该主题的绘画创作。游戏是由 Use 开发发行的一款角色扮演类作品。一天晚上，一颗巨大的火球落在地面，发出诡异的光芒，并摧毁了阻挡邪恶的结界。妖魔鬼怪开始破坏和掠夺城镇，城主察觉到了危险，躲进了山中的一座寺庙里，并向忍者，也就是本作的主角发出命令，要他封印妖魔。主角要在日式的场景中收集情报，召集队友，最终的目标是要击败恶魔首领百鬼大王。游戏内有时间的变化，按照早中晚不断循环，晚上商店、神社等房屋无法进入，只能进入旅店。夜晚的怪物出现在城镇上，敌人也会变强，招募队友也要在晚上进行，有盗贼、商人、武士、浪人、僧侣和修行者。在城镇和 NPC 对话时不能穿忍者的服装，会被对方嫌弃。有一个伪装系统改变自己的形态，然后可以正常对话。城镇的面积非常巨大，有108个屏幕的大小，建筑也有很多，但都没有标识，要进入道具店等地点就得自己找。很多的道路也做得比较模糊，在地图上敌人是可见的，遇敌后切换战斗画面，回合制的指令形式，主角的队伍整齐地站成一排，下方左边显示每个人物的状态，右侧显示指令栏。进入迷宫地点后变成类似巫术的 3D 地牢形式，第一人称的视角在地牢里移动，虽然遇敌是看不见的，但敌人都在固定的位置出现。绳子是地牢里的重要道具，经常要用它进入或者离开，还有拔钉器等工具也是探索迷宫时需要的。有的地牢和城镇一样，可以用庞大来形容，看看地图就会让人头皮发麻。主线流程是先收集一些重要的道具，前往地牢内，分别找到青鬼、赤鬼和鬼大王，将他们击败，获得3颗宝石。之后城镇内的情况会恶化，魔界的入口打开，找到入口，进入最后的迷宫，击败百鬼大王。这款游戏大部分的时间都要用在探索和战斗上，虽然塞入了很庞大的场景，但系统在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缺陷，不同职业之间并不平衡，法术优势很大，像盗贼、商人这些职业就要弱很多，战斗也极为不平衡。物理攻击时敏捷影响命中和逃脱，敏捷低的浪人和武士基本都没法用，敌人的强度分布很不合理，还有人物的异常状态、道具系统、物价系统也都问题多多，基本上注重体量但完全没有质量。主题鲜明独特， BGM 也比较有特色，算是少数的优点。个人评价2颗星。猫咪大冒险，万代发行的一款横版动作作品，游戏里的角色出自索尼旗下的文具品牌汤马与朋友们，中文还有个常用的翻译猫狗宠物街，后来也衍生出了动画，最早出的是 OVA， 游戏原名里的三丁目大冒险就出自 OVA。 电视台的动画剧集93年开始播出，已经是本作发行之后了。玩家控制主角迷路的猫咪小玉，港台的翻译叫做圆圆，
它要在街道寻找自己的主人。横版的场景里主要依靠猫咪的跳跃，用来躲避攻击、跨越障碍，跳到敌人头顶踩下去能将对方消灭。还可以利用电线杆往上爬，到达普通跳跃无法到达的平台。特定的电线杆顶部通往奖励区域，在这里收集更多的金币和补血的奶瓶，积累100个金币奖励1条生命。画面下方还显示一个可收集的道具鱼，最多持有3条鱼，作用是呼叫同伴前来帮忙，基本上用来对付 BOSS。 总共5个关卡，每关的 BOSS 都是一条狗，攻击的方式也一样。前2个场景是街道，从第3关公园开始，有些水管可以进入，这下成了正宗的猫里奥了。下水道里有老鼠和一种不知道像什么的敌人，消灭它掉落的道具可以增加生命值的上限，最多5颗爱心。有的下水道会遇到白色的母猫，能帮助恢复生命。最后一关的场景来到房顶，消灭1只大狗即可通关。游戏的难度不高，一轮通关20来分钟。开始的第1关有各种障碍，感觉比后面的关卡更难一些，玩起来单调乏味，没有变化，应该是针对当时小朋友设计的。个人评价2颗星。棒球锦标赛，这是科乐美发布的棒球作品。在87年12月，科乐美曾经在磁碟机上发布过一款棒球游戏，当时还是以 Exciting Sports 系列的方式命名。由于磁碟机上的一作素质实在太差，本作的开发由另外的团队负责，基本上算是推倒重来。除了保留并改进之前比较有特色的球队管理和交易系统，基本看不到前作的影子。开始游戏后有5种可选模式，第一种 Open 表演模式，游玩单场比赛，可以双人对战。第2个赛季模式是主要的游戏内容。第3个刺激模式，进入后要输入密码。因为我没有用密码保存过球队，也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但按之前的经验，估计这个模式是用密码使用自己的队伍进行对战。第4个全明星模式，这个模式下只能用明星队，除了2个联盟的全明星，还有一个老明星队。第5种观看模式就是看电脑对战，正常的可选队伍有14支，其中12支队伍来自日本的棒球联赛，但更换了名字。另外有2个科乐美的原创队伍，一个队服全黑的球队，另一个队伍所有的队员形象都是古右卫门。这2个队伍在联赛模式里不能选择。在联赛模式当中，玩家还要充当球队的老板，获得有限的运营资金，每次获胜资金增加，失败则减少，并且可以通过增加球员的薪水提高他们的表现，还可以进行球员交易或者引进外援来增强球队的实力。比赛基本的系统和操作跟南梦宫和泰东的棒球差别不大，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该有的都有。进攻击球时使用上下方向键结合挥棒，也分为上段击和下段击。防守时控制外野手可以手动做出侧扑和跳起接球的动作。电脑的击球能力比较强，防守没有其他棒球游戏里出现过的半自动走位，完全手动的控制，难度要更高。这座的一大特色是引入了之前科乐美冰球游戏里的打架斗殴，当投手投球击中击球手导致死球，会进入斗殴的画面，变成一个格斗的迷你游戏。AB 键分别是出拳和踢腿，清空对手的血条获胜，被击败的队员还会被罚出场。此外，换人等一些场景的动画比较有新意。总体来说，这款棒球游戏结合了其他棒球的基础优点，也新增了自己的特色，可玩性还是很高的，但难度比南梦宫和泰东的要稍大一些。个人评价3星半。约翰·埃尔维之传奇四分卫。接下来是89年3月份的内容，这是一款街机移植的美式足球游戏，街机版于1988年发布。约翰·埃尔维给游戏代言，他是上世纪80、90年代 NFL 著名的四分卫，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优秀的四分卫之一，职业生涯效力于丹佛野马队。NES 的移植版由 Rare 开发， Trade West 发行。有明星代言和游戏素质的高低当然是两码事，本作就是个低劣的移植游戏，没有可选的模式，要么单人对抗电脑，或者双人对战。有14支可选的球队，以美国各地的名字表示。尽管如此，选择的队伍能力没有区别，甚至连衣服的颜色都不带变的。和多数美式足球游戏一样，以俯视角纵向方式推进。相比其他同类的作品，
本作能算得上特色的就是可选战术的数量，每次进攻前出现面板，除了行动选项，还有9种可选的战术，比之前的同类游戏要多，看上去很专业，但是否都能奏效就不好说了。防守时也有战术面板，有专门针对防守设计的6种战术，操作上还有个糟糕的设计。进攻时传球的方式是按住 B 键，此时出现一个箭头，然后将箭头移动到想要传给的队员所在的位置，这个操作要很长的时间，容易被对手情报。另外有一个类似秘技的设计，进攻时战术面板上常规的默认状态是 Normal Play， 如果选择了 Reverse Play， 我方所有的队员开启超级加速，这时会出现真实比赛中不可能有的画面，控制带球队员就能戏耍对方的整个队伍。到目前红白机上介绍的美式足球游戏里，本作应该是最差的，画质也没有优势，比赛时没有 BGM， 只有简单的音效，个人评价1星半。疯狂弹珠，游戏名字里的弹珠对应英文原名里的 Marble， 通常是指大理石或者玻璃弹珠。最早是雅达利1984年发布的一款街机作品。在1983年的电子游戏崩溃事件后，雅达利调整了游戏开发的策略，更强调使用独特的控制系统和同时双人游戏的模式，提供不一样的游戏体验。街机版在当时有多项技术上的创新，也收获了商业上的成功。后来在各大平台都有移植版，红白机的版本由 Rare 开发，米尔顿布莱德利公司发行，公司的 logo 是大写的 MB。早年从事棋盘和卡片游戏的业务，1984年被孩之宝收购，成为旗下的品牌。NES 版本也可以双人同时游戏，双人模式里 1P 是篮球， 2P 是一个红色的球。游戏采用了等距视角，可以选择控制模式是90度还是45度。90度完全依据方向键，上就是向上移动，下就是向下。45度模式的操控和等距视角里的上下方向保持一致，目标要在限定的时间内让弹珠滚动到终点。除了方向键控制移动，按 A 键可以加速。总共只有6个关卡，过关后剩余的时间作为奖励加到下一关。每个关卡都有独特的主题，布满了斜坡和通道，有些地方还有捷径，能节省时间，但更加的危险。球的移动基于惯性，初上手不好控制，要多练习才能掌握。除了各种障碍和陷阱，还有一些敌人，包括飞行的鸟、黑色钢球、怪物等等。偶尔能获得增加时间的道具，不过概率比较低。这款游戏放在当年还是很特别的，之后这类滚球游戏基本上在每一代的主机上都会有，属于必备的休闲类型。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来看这部作品，就会感觉球的滚动模拟没有那么真实了，而且关卡的数量太少。个人评价2星半。世界运动会，这也是一款移植作品，原版1986年发布在几个电脑平台，是一家叫做艾比克斯的公司开发的。该公司属于早期的游戏开发商，在上世纪70、80年代比较活跃，90年代初就破产结业了。NES 的移植版由米尔顿布莱德利发行，这是一个运动项目的小游戏合集。NES 版有8个项目，有比较常见的竞技项目，也有不同国家的特色项目。一开始选择模式，游玩全部或者部分的项目，或者是练习单项，查看世界纪录，然后选择国家，输入姓名。每个项目开始前都有该项目的简介。举重分成抓举和挺举，抓举时按方向键下抓住杠铃，按上提起，再快速的按下，再按上举过头顶，脸色变红时放下杠铃。挺举动作比抓举多，所以多了一个按键循环，按下再按上，然后再重复2次下上才能举起。脸变红后将杠铃放下。跳桶赛从1到19调整桶的数量，这是需要跨越的距离。左右键交替加速滑行， A 键跳跃，落地时按方向键下。悬崖跳水5个起跳高度中选择一个， A 键起跳，方向键下调整身体竖直，落水时按左键。障碍滑雪方向键左右控制转向，速度也会随之变化，要尽量的穿过所有的旗门，平衡性不好时很容易摔倒。滚木头交替按下左右键并保持平衡，2个人比赛，先落水的即为失败。骑牛扮演牛仔骑在牛背上，尽量保持更长的时间，
控制方向键和牛的运动方向保持一致，牛往左就按左键，往右就按右，牛旋转就按方向键下。扔木头，按方向键右迈步，按住 A 键弯腰，松开后将木头扔出，树木完全翻转才算成功。相扑，左右方向键控制移动，上键击打， A 键抓握，进入抓持状态后再结合不同的方向键做动作。这种运动类的小游戏合集，关键是要做到良好的操控性和趣味性。本作的操控方面比较糟糕，另外由于完全是从电脑端移植，没有多人的模式，也少了很多的趣味。个人评价2颗星。超级围棋，南梦宫发行了一款围棋游戏。虽然在此前红白机上已经有了围棋游戏，但本作是第一款全尺寸的19路围棋。实际上要实现这样的对局方式并不容易，早年的芯片运算能力弱，对于棋类游戏 AI 的水平是一大难题。对于同时代的将棋和国际象棋，如果程序设计得好，在适当延长电脑的思考时间，能够达到一个不错的水准。但围棋的变化要多得多，除了局部对决的推演，还得考虑全盘的势，对于早期的算力水平来说是无法达到的。这也是之前的围棋游戏只做了局部对决的原因。本作早年在国内应该还是比较普及的，相信对棋类游戏稍感兴趣的朋友都接触过。电脑的思考时间比较短，实际上在程序设计时舍弃了一些东西，所以 AI 的水平并不高。游戏有3个模式，第一个本因坊战，从最低的一级开始，逐步向上挑战，直到最后获得本因坊的头衔。落子有时间的限制，级别越高，时间越来越短。本因坊战要在10秒内落子，但会有让子的设定。第二种模式顺位战，从5级开始，根据胜负升级或者降级。第3种对局到场，可以双人对战或者对战电脑，还有各项自定义的设置。这款围棋游戏虽然 AI 的水平不高，但我小时候是靠这个游戏了解了围棋，从而产生了兴趣。对于当年的初学者来说，还是可以用它来练一练手，现在自然是没有必要了。个人评价2星半。魁南熟，疾风1号生，东兴开发万代发行的一款动作游戏，改编自宫下亚喜罗的漫画《魁南熟》，1985年到1991年连载于 Jump 的少年周刊，动画于1988年在富士电视台播出。故事讲述了以主角剑桃太郎为首的1号生入学后，在斯巴达式教育的学校南熟中的各种事迹，融合了校园搞笑和热血格斗，有各种异想天开的武术对决，主要角色人物众多，之前的很多敌人到了后面会成为伙伴。游戏的内容基于漫画原作的《金罗大肆凶杀篇》和《大威震八连制霸篇》2个篇章的混合。游戏开始时，从桃、富坚、虎丸和 J 4个角色当中选择一个，4个人物的攻击力、防御力和速度有区别，各有侧重点，还有 BOSS 战时使用的独有必杀技。在普通的横版场景阶段，4个人物可以随时切换，这个阶段他们共用一个人物的图形，但底部的人物有自己的头像和单独的血条。操作上 A 键跳跃， B 键出拳，方向键上加 B 键踢腿，可以下蹲出拳，跳起后攻击是飞踢。游戏场景里的门可以进入，关卡有一定的迷宫属性，有的门进入后会回到初始的位置，要找到正确的门进入才能继续推进。有的门进入后遇到王大人可以回血，还有一种回血的方式，按选择键，3个选项除了前面提到的更换角色，第一个选项是使用大中音应援恢复生命值，消耗画面顶部的量表补充血量。第二个选项是查看角色的属性状态，在场景里有诸如击打苹果这类的奖励可以提升属性值，但通过一个章节后人物恢复到最初的属性。总共有4个章节，每个章节又分成4个区域，都有 BOSS， 所以每章最少是4个 BOSS。 在 BOSS 战开始前必须重新选择人物，这时不同的人物有自己的图形，攻击方式也不同。桃太郎可以用剑，富坚可以用小刀， A、B 键一起按消耗血量，使用人物专属的必杀技。和原作里一样，有些人物击败后会加入队伍，每个章节加入一个新人，到后面的章节就可以选择新的角色，但他们只能在 BOSS 战时才可以登场。最终的 BOSS 是大豪院血鬼。
这款游戏的设计应该能让原作的粉丝满意。单从动作游戏的素质来看，只能算是能玩的程度。不过对于万代来说，勉强能接受的素质加上原作的热度，足够应对市场。游戏里杂兵战的难度比较大，攻击判定做的也有问题，人物的动作和跳跃很僵硬，一些数值向上的平台场景玩起来会很受折磨。个人评价2星半。SD 高达世界扭蛋战士混乱大战地图集，这不算是一个新游戏，游戏的本体是1987年11月发布的 SD 高达世界扭蛋战士混乱大战，在第29期节目里介绍过。本作是磁碟机覆盖写入专用，相当于原始版本的升级更新包，通常被称为 1.5 版，和原版的玩法系统基本没有区别，这里就不重复了。最主要的修改内容是原版的10张地图全部做了更新，此外优化了系统上的问题，电脑 AI 思考时间长的问题有所改进，每个回合可移动的机体数量增加至了6个，对平衡性做出了一些调整。本身原版的素质还算不错，修改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个人评价3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